Hello，大家周末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讲这个 DFS 系列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着重来讲一下这个 Graph 类型的 DFS。它是 LeetCode 的第133题，然后它叫 Clone Graph 克隆图。然后它的难度呢是一个 medium 难度的题目。那么在过去的半年内呢，我们看到说，就是像比如说 FB、Google、Amazon。还有微软以及 Uber 这些公司都有考察过这道题，然后它涉及的相关的 topic 呢，当然就是 DFS 啦。但是这道题呢，其实也可以用这个 BFS 来做，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只讲这个 DFS 的那个思路，所以呢，我们就暂且把这个 BFS 放到以后来讲。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具体题目的意思吧。他说给一个是相通的无相图。其中的一个 node， 然后呢，让我们去返回一个 deep copy of the graph，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深拷贝。那么他说每个 node 呢都是有这个 value 和 list of node 这两个元素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例子吧。他说1、2、3、4这么一个图。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一个 copy and paste 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以这个 example 为例来想一想，如果想要做一个深拷贝的话，我们需要实现哪几步？首先，我们肯定要去找到每一个 node， 对不对？要把每一个点都找到。然后呢，找到之后呢，我们要把每一个点都怎么样去把它复制下来？就这是1对应的，我要复制一个1； 2对应的要复制一个2； 3和4也是同理。然后把点复制好了之后呢，我们要把它每个 node 的 edge 也要一起复制下来。点 node 和 edge 都有了之后呢，它才完成了整个 graph 的克隆过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说去把每一个点对应的这个克隆的点给找到。其实对应这个词，大家应该很快能够反映出来，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应该是一个 hash map 的结构，点对点。好，那我们把这个具体的做题的思路先这边记一下。首先是要找到图中所有点，然后呢，我们要去复制所有找到的点，一一对应。然后呢，最后就是要怎么样？复制点的边，这样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个3步走的过程。好，我们具体来通过这个 DFS 来实现一下这道题吧。首先呢，还是有一个 corner case。这个 corner case 我们可以认为它如果 node 它等于 none 的话，就直接 return 一个 node 它本身，或者 none 都可以。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到图中的所有点嘛。其实我们会发现，找到图中的所有点这个过程，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它是一个从它给你的 node 开始，然后不断的进行一个往下一层去做递归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直接可以 return 一个我们的 help function， 然后最后 return 的 type 就是一个 node。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 help function 它的 return type 就应该是 node。然后我们看一下递归的这个定义具体要怎么写。肯定要放的就是这个传进来的 node， 对吧？传进来这个点，把这边补充一下。好，那点传进来之后呢，还是一样的道理，去判断一下会不会有这个 node 的情况。那另外，如果它这个 node 不是 none 的话呢，我们就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已经找到过这个点，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没有找到过这个点，这个很好理解，对吧？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判断它有没有找到过这个点呢？因为我们这里讲到要找到图中的所有点嘛，对吧？然后它需要复制所有点，然后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每次找到一个新的点的时候，把它和它对应的我们做克隆的那个点，以一个 hash map 的形式，一一对映射的这个关系把它存下来。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 hash map， 是一个点对点的过程。好，然后呢，我们来以这个 map 里面有没有当前传进来的这个点作为 key 来判断有没有找到过这个点。也就是说，如果 map 已经有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做这个以这个点为 node，以这个 node 为一个node 来把它进行一个复制的操作，直接就可以把它返回。但是注意，我们需要返回的应该是什么？Return a deep copy of the graph。我们要返回的是我们做的这个深拷贝的点，也就是说，我们要 get 它这个 node 对应的深拷贝的点。好，那这是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没有找到过这个点，这个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点。我们把这个备注往上挪一挪。好，那如果它是一个新的点，我们要怎么办呢？新的点它肯定是没有这个 map 里面的映射关系的。我们呢，先要把这个新的点生成一下，它应该是 new node， 然后它里面的 value 是什么？新的点，我们注意到这个 node 这个 class 它有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它的 value， 一个是它的 neighbors， 对吧？我们先把这个 value 放进去，也就是它当前的这个原图的这个点的 value。然后把这个新点生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映射的关系了，就是 node 和 new node 的映射关系。注意啊，我们这个时候只是把它的 value 放进去了，但是它这个 neighbors 我们还不知道，对吧？那我们这个 neighbors 呢，必须也是什么样？也是这个原点的原图里面这个 node 的 neighbors。我们现在这边备注一下，这里是 new node 的 value，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new node 的什么呢？是 neighbors。好，那么 neighbors 呢，它也是很多很多点，然后呢，用 node 的扣它的这个 neighbors 就可以去便利到它的每一个 neighbors。然后它的 neighbors 呢，我们注意它这个是一个 list of node 的形式，所以呢，我们这边需要建一个 list of node 的类型来储存。然后每次我拿到一个 node 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往里加我们当前的这个 neighbor 的 DFS 出来的结果。然后我发现就是在把它的这个原图的 node 的 neighbors 全部便利完了之后，然后并且把这个 neighbors 加到了这个 list 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认为 new node 它的 neighbors 就是这个 list 了，就把 list 赋给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return new node，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把 value 和 neighbors 都已经完成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完成了整一个这个DFS 的这个复制图的这么一个操作。看一下能不能跑过这边 no。咦，
这边为什么好 typo 了？应该是 hash map。好的，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的结果，是不是有一一对应的关系？4、3、1、4 ，OK。我们看一下区别。好，它没有显示区别，所以没有区别，提交一下吧。好，这样子呢，我们这道题就做完了。我们再回顾一下这道题的要点吧。首先呢，这道题注意了，它是一个 deep copy 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建一个全新的图。这个 deep copy 相信大家通过之前这些 DFS 题目的训练，应该已经烂熟于心了。好的，那这样子要建全新的图呢，我们肯定要是分3步走的，就跟大象放到冰箱里要分3步走一样。首先我要找到所有的点，然后呢对所有的点进行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复制。复制完点之后呢，我们还要干什么？把这个点它的 neighbors 的，就是它的边也去填充完整。好，所以呢，它的主函数里面我们就判断一个 corner case， 然后呢，我们这边会 call 一个它的 help function， 最后呢，它 return 的就是这个 help function 所返回的这个 new node， 也就是这个新的点，就是它这边对应的 a node in connected undirected graph。然后呢，但是这个不同于它的原图是一个新图。那具体这个定位函数里面，我们发现有2种大情况，一种是它本身这个 node 是 null， 我们就直接 return 这个 node。那另外一种情况，当 node 不是 null 的时候呢，我们分2步来考虑。一个呢是我们已经便利过这个 node 当前这个 node 了，我们直接返回当前原图里面这个 node 所对应的它的这个 new node。那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从来没有便利过这个 node，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处理一下这个 node 以及它对应的 new node， 生成一下，然后把它放进去。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 new 这么一个 new node。注意 new node 里面呢，我们需要需要添加的是它的 value 和它的 neighbors 这2个信息。那么它的 value 很简单，就是 node 的 value， 然后呢，因为是 new 一个 node 嘛，所以这个应该是说一个常规的操作吧。然后 node new 好之后呢，我们要建立一个2个 node 的一一对应关系，就是用这个 hash map 来做一个映射。然后这个 node 就是这个 key 呢是它原图的这个 node， 那么它的 value 呢就是这个我们新建的 new node。然后做完映射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就是 new node 的 edge 都要加进来。我们注意，因为这个 edge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是一个 list of node， 所以呢，我们这边需要 new 一个这个 list of node， 以这个 array list 的形式就 OK。然后呢，怎么样去把所有的 neighbors 都添加到这个 new node 里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便利一下这个原图的 node 的 neighbors。然后呢，对于每个 neighbors 呢，我们需要做一个 DFS， 就是把那个 neighbors 再往下走，去找 neighbors 的它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些信息。然后呢，最后把这些信息返回了之后加到这个 list 里面去，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当前这个 new node 它的 neighbors。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list 付给它的 new node， 最后呢就把这个 new node return 就可以了。好的，其实这是一道蛮经典也是比较规则的一个 DFS 的应用。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去完成这道题目，或者也可以试试看用这个 BFS 的方法来做这道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